哎呀，辣到眼睛了。嗖嗖嗖嗖嗖嗖。今天咱们来做一个简单的酿辣椒。什么叫酿辣椒呢？酿就是说把一个东西塞到另一个东西里面，就叫酿辣椒。其实这个肉馅呢，用的是猪肉，然后用一点培根，最后给它裹上。这是一个跟 Barbecue Pit Boys 他那儿学的一个菜谱。之前我还用这个 Jalapeno 去想做一下，后来发现买的那些子弹头辣椒太小了，用这种苹果去核器捅进去，然后拉出来以后，好多肉也出来了，就没法做。后来发现，在咱们中国做一下尖椒去做酿辣椒还是不错的。今天用一下这个东芝的小烤箱，迷你烤箱呢，好像做这个酿辣椒也不错。虽然它这个整个长度有的辣椒你可能放不进去，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开发一下，中间切一刀，然后做4段酿辣椒。好的，我们今天需要的配料呢，姜和这个肉馅儿是非常搭的，然后还有大蒜，这2个混在一起，然后里边加一些胡椒啊、盐呀，然后可以加一些这个红彩椒粉，也可以加一些欧芹，这都是你自己可以选的。你也可以来点这个伍斯特辣酱油。外边的酱汁呢，我想的是用伍斯特辣酱油，还有 Tabasco 这个辣椒，然后再混一点这个红彩椒粉，还有甜面酱。好的，我们开始做。首先呢，就是把辣椒切一下，把里边的籽儿去掉，中间切开，这个也是中间切开。随后把里边的籽儿都去掉，这个里边好像籽儿还弄得挺干净的。把这个籽儿倒出来呢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这个籽儿如果咬的时候呢，其实比较辣，但是它和脂肪混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会特别辣。所以我们呢，就是把它和猪肉馅儿剁吧混在一起。好的，这些菜先放到一边，然后我们把需要放到馅儿里边的这些配料，然后都处理一下。拿上3瓣大蒜，拍一下，把这里边的梗儿和不好的部分给它去掉。生姜大概放这么多吧，然后稍微切一下。这个姜放多一些呢，带这种肉馅儿的菜就会比较好吃。然后我们连这个辣椒的籽儿，还有蒜，还有生姜，都给它剁一剁。随后拿一个碗，把这里边的这些调料和肉馅儿都放在一起，再拿这么一块吧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随后呢，往里边放我们需要的配料，然后上手给它搅拌。我们要放一点这个红彩椒粉，其实就是大概烟熏柿子椒的味儿。然后盐要多放一点，因为我这里用的是海盐。然后黑胡椒也要多放一点，否则的话味道的话不太够。这个欧芹碎你要是没有的话不放也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你也可以放点酱油，我这里用的是辣酱油，它的味道带一点柑橘的还有发酵的味儿。像这个 Tabasco 我们准备放到外边去，最后撒一点得了。接下来就是搅一搅。OK， 馅儿已经处理好了，然后我们来填辣椒。拿起来一些肉馅儿，往辣椒里边塞。如果你的肉馅多了呢，也可以回头给它做成丸子，做成汆丸子汤，也是很不错的选择。OK， 这甜馅差不多了，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可以往里边再放一点的。这个已经差不多了，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再甜一点，感觉这里边的话还没有填满。接下来就是点睛之笔，拿上咱们的这个薄切培根，然后一个一个的都给它裹上，像这样，稍微斜一点，裹起来，再来一条，
前后要压上，差不多3条，一个，这有点多。好的，这就是一个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调一个调味汁儿。刚才发现番茄酱使完了，怎么办？搞了一个这个烤肉酱，韩式烤肉酱，就是你手边有什么东西就想要什么就用什么吧。拿一个碗儿，把这个酱汁放过来，感觉辣味儿不太够，我觉得加点甜面酱、红彩椒粉、黑胡椒应该更好。红彩椒粉多来一点，直接开烤。OK， 伍斯特酱油，这个是特别好吃的味道。然后 Tabasco， 这个可以多放一点。我比较喜欢喝的这个血腥玛丽里边，我经常多放这个东西。甜面酱说是甜面酱，其实有点咸，而且是面发酵过的，味道也是非常的浓厚。OK， 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。这样就 OK 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上烤箱的时候了。这是一个东芝的迷你烤箱，我看它去烤一些吐司啊什么的还比较不错。它还给了一个烤盘，这样的话你有酱的东西放上去以后，就不会滴到下边了。它这个出这个就是剩余残渣的地儿还有点意思啊，在底下出的。平时我见的那些烤箱呢，都是从里边去掏，因为它这个底下是直接掏不到的，所以它就放在底下设计了。它的这个烤网呢，其实也是可以拆卸的，可以拿下来洗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像这样的话，摆4个应该刚刚好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边上的放上大的，中间放上小的？这样的话，是不是会受热比较均匀？这样的话刚刚好。这道菜你其实还需要一个温度计，这样的话烤的时候把温度计插进去，看到猪肉馅儿到了73度左右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静置了，然后过一会儿它就变成75度就可以吃了。好的，我们放进来就可以开烤了。我们先最大温度吗？不要，我们来180度。好的，我们来常开档。在用烤箱之前的时候呢，要注意烤箱在第一次使用前的时候，需要进行一个类似于预热的东西，就跟开锅一样，把里边的这些涂层的这些东西全都给它烧掉。大概是15分钟，你开最高档就差不多了。我已经做好了预热了，所以就不是什么问题了。接下来就是等着就行了，然后时不时的刷一下我们刚才搞的这个酱汁，拿一个硅胶的小刷子去刷一刷就好了。像这个盘呢，拿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用隔热手套去拿，也可以用一个夹子往外拽出来，然后去拿，然后去刷就 OK 了。好的，我们等一等吧。放到这个盘子上面。接下来咱们给它刷酱。小烤箱用的时候呢，就不像大烤箱那样，你可以直接去那儿刷，但是只要把它拎出来以后，做任何的操作都没有什么问题了。而且这样的话也很有利于这个保持烤箱的清洁。硅胶的刷子的话比较耐高温，所以比较适合在烤箱里面使用。我们现在已经开到了最大档，然后给它收尾，然后给它放回去。OK， 再等它几分钟，然后让它的酱汁儿全都变得粘稠了以后，翻个面，然后再弄。好的，我们再来刷一下酱。这样处理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获得比较干爽的培根，这样吃起来以后有烧烤的这种脆脆的口感。我们再刷个2、3次，然后我觉得就可以吃了。这里边已经可以保证全熟了。
OK， 现在应该差不多了，你给它都拿出来。嚯，可以啊。好的，接下来就是切一切和吃一吃的环节了。吃之前的时候呢，先看一下温度，戳进去，妥妥的。再静置一会儿的话，就到了75度了。拿出来以后，先不要着急切，先让它静置大概5分钟、10分钟，让里边这个温度呢上升一些，然后让肉汁呢重新回到这个酿辣椒里面。这会儿等待真的是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好的，时间已经等得差不多了，我也已经等不及了。然后我们拿一双新的筷子夹出来，然后切开看看吧。这个样子烤出来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能不能满足你的标准呢？我们就来吃一吃吧，看看能不能满足我的标准。来，嚯，尝一下。多汁，那个姜的味道，对于鲜味的提高大有益处。好吃。看来这个小烤箱也能做出不错的酿辣椒。我觉得还是吃一根儿整根的比较爽。培根的烟熏的风味格外出了，中间还带一些碎的辣椒，然后里边是味道非常丰富的肉馅儿，好爽。超好吃，一定要来做一做。想放什么料，想给什么东西填进去肉馅都是可以的。记住一点，如果用了肉馅，或者是你里边用了猪肉或者是鸡肉，碎肉类和猪肉类、鸡肉类的话，一定要保证最终温度达到75摄氏度，这样的话才是使用安全的。其他的话，你就可以开动自己的脑筋，有一个烤箱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好，我是搜搜，我们回头再见，拜拜。这2个回头给我爸妈吃，让他们尝尝去。拜拜。